站第一、第二、第三。来香港几次，我已经不记得了。维多利亚港的迷人，香港迷人的魅力，在我还18、19岁的时候，就已经吸引着我。如今40多还是很吸引我。我很喜欢香港的氛围我很喜欢香港城市的进步，带有那种英国人当时殖民色彩留下来的感觉。而香港对于台湾人来说，其实也不陌生了。那在这儿有一个更不陌生的地方，叫做什么？叫做立新邮轮台湾人，我想很多人接触到邮轮的第一艘，绝对就是立新邮轮。今年我们很 lucky， 也很开心受到很多观众朋友的支持虽然我们知道这个近年来经济不景气很多人呢都已经走向了要价格便宜已经不在乎一个旅游带给你的附加价值是什么了。那再加上年金坎很多百业萧条啦所以很多人开始走向了价格战那我说很开心但是我们的努力还是很多的人支持我们这个是非常开心的。像这一次的这个香港邮轮之旅呢，也是很开心的，谢谢大家。当然我们也一定制作更精美的节目来回馈大家，可以让我们来到香港坐邮轮，把香港的城市景观拍下来。它离我们这么近，却那么远。为什么说这么近又那么远呢？离我们很近，但是因为早就没有旅游团体来香港玩了。现在的香港走向的都是自助旅游，那香港还是很迷人对吧？我们准备上了这个立新邮轮双子星号。这艘邮轮，你要说它豪华不，它应该是在开创台湾人对于邮轮疯狂游行喜爱之前，最早踏到台湾，让台湾的人民了解到的邮轮之旅的第一艘双子星号。我们从中港城在香港准备启程，我们坐的飞机飞到了香港，再从香港坐着邮轮回到了台湾的高雄港。现在我们看到的前面，也就是会展中心很美很棒。而早在台湾在这将近6、7年来疯狂的接受了邮轮之旅的时候，香港更是早在20年前就已经拥有了中港码头，就已经拥有了邮轮之旅的开创先锋。香港其实在旅游发展走向了比我们台湾快了大概有7到10年的时间。他们对于旅游廉价团中阶段的团跟高档团体呢做出非常明显的区隔。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消费者买的是什么样子的商品，非常的清楚所以呢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制就是这样他在旅游市场非常清楚，就是消费者清楚知道自己购买的是何等量值的商品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因为旅游是无形的商品一味的如果用价格战来去看它的时候呢，是会迷失在旅游的商品当中。所以香港人久而久之知道1分钱1分货的道理，
所以他们对于旅游商品的认知非常的清楚，知道自己选择了何种价位的商品，它带来的附加价值是什么。所以邮轮这种比较特别的旅游行程，在台湾这10年来发展起来，却早在20年前的香港就已经盛行了。所有的人来到了邮轮，一定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要听从他们讲解逃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不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啊！不管是坐飞机也好，不管是坐邮轮也好，这2个行程都会把安全摆在第一顺位，对吧？这很重要哦。所以上了邮轮一样，我们要先怎么样呢？先了解一下当地的这种操作模式、操作设施，让我们知道呢，这个逃生的设备啊，邮轮的逃生口在哪边呢？跟飞机是一样，但毕竟邮轮呢在大海上行驶呢，更需要专业的讲解。上来双子星号，虽然它跟现阶段很多超级豪华的大邮轮比呢，微不足道，但毕竟它还是算邮轮一艘，尤其是高雄、香港、台北、香港这么近的距离啊，还是能够体会得到邮轮的感觉哦。你知道吗？这艘邮轮最大的特色在哪啊？双子星号还有丽星邮轮最早在亚洲市场崛起的原因是在于呢，它囊括了华人最喜欢的中包啊，全包制哈，吃到饱啦啊，然后呢，很多的设施是免费的啦啊，所以刚开始呢，很多人去坐邮轮的时候接触到的第一艘邮轮都是丽星邮轮啊。那上来的时候呢，从头到尾好几餐，假边几啊，食物应有尽有，华语讲的也通得了。那再来呢，行程之间呢也非常的近啊，不会那么的遥远啊。直到这几年来呢，才开始慢慢发展出了欧美线的邮轮呢。其实欧美线的邮轮跟亚洲的邮轮的落差还是非常的大，因为在欧美人士来讲，不是你坐一艘邮轮就包山包海哦。包价包短没港哦，在欧美人士他们把邮轮分很多种，还有使用者付费。你看现在我们进来这里面，你说2张小小的船，上面还有2个床铺，对，这就是我们一般的舱房。很多人说啊，大了亚不好啊，不，邮轮就跟什么航空公司的机位座位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呢，你坐邮轮呢有很多的舱等可以去选择，而每一个舱等也有不同的价格，但亚洲邮轮的好处是什么？基本上要自费的项目不多哦，欧美线的邮轮呢，是因为民俗的关系，欧美人士觉得使用者付费的道理是非常重要的哦，没有那个免钱最好的哦，对他们来讲啊，很多东西呢，你要使用就得付费，而且呢，对于小费的给予呢，也比收取的会比较多，这是很大不同的落差点哦。现在我们上来了丽星邮轮双子星号。真的，丽星邮轮是亚洲邮轮的先驱啊！真的，在亚洲各个旅游点，它也是台湾人最早了解的邮轮品牌。宝瓶星号、处女星号、双子星号、双鱼星号等等呢，提供了各式各样 Okinawa、日本、宫古岛、石垣岛、神户Osaka 等等各香港，甚至来到新加坡，拢是有丽星邮轮的影子啊！那搭丽星邮轮呢，感受呢，就是非常华人的感觉啦。
OK， 我们现在呢，慢慢的离开了这个香港啊，准备往台湾的方向前进啊。从不同的角度再来看看整个香港的面貌啊。香港经济，说起了香港，香港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非常奇特的一个例子哦。为什么？在殖民地的背景之下，中国跟香港之间密切的联系，它是租界让英国殖民是要还的啊，所以形成了香港特有的中国西式交融文化。因此，香港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不仅受到了西方经济的影响，还带有什么儒家的思想，还有呢华人先驱的民主，亦同时受到了内地，就是中国大陆因素的影响。为什么？它跟中国怎么分呢？它的土地就在中国之上啊。香港的经济的成长模式也异于世界其他的国家。战前的香港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才正式的被割让给了英国。随后呢，英国宣布为香港是自由港，因为香港的地理条件太好了。这个时候呢，世界各地的货物以及资金开始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聚集在香港。凭借着水的宽阔的天然港，英国开始在本地建设了货仓、码头、海港设备。你想想看，18世纪的英国啊，是海上的霸权啊，所以他倾力要在亚洲打造一个非常大的转运港，他把他的资源送到了他的殖民地来。1896年，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反而呢，大大的缩短了欧洲到香港之间的航程。到1911年的时候，香港到广州还开启了一条九广铁路，正式通车。这个时候呢，加速了香港发展成转口港的步伐，令香港在20世纪的50年代在转口贸易上独领风骚。日本在香港3年08个月的统治，几乎把香港对外贸易全面停顿。战后，日本曾经统领过香港，香港面临第一次的经济打击。香港重新光复之后，本地的外贸又重振声威。可惜，香港这个地方，你以为它经济一天就好了吗？其实并没有哦。幸运之神其实并没有长期眷顾香港。1951年又发生了什么？朝鲜半岛，美国跟韩国就是朝鲜半岛的战争啊，韩战啊。中国发起了抗美援朝，联合国因此宣布对华实施禁运。中国一直以来是香港对外贸易的重要伙伴，所以呢，当时香港经济一样受到了打击啊。然后战后呢，战争结束了，战争有开始就有结束的一天啊，所以人们才能够从这当中啊得到钱财嘛你没有把它毁掉，又怎么重建呢？我一直 key 你啊所以战争呢从来没有停止过，就是这样。不管是经济战、实体战争、贸易战，各式各样的战争，人与人之间、隔壁邻居的战争，战争永远会存在人类的社会当中，只是什么样子的战争。战后的西方工业开始放弃了成本不断上涨的劳工密集型的工业，改向资本密集型以及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移。这个时候，拥有大量廉价劳工的香港，给他带来了一个机会哦，发展出口导向的轻工业。所以呢，香港又开始第一次的经济转型呢。这个转型的同时呢，同为亚洲4小龙的地区，台湾、香港、台湾跟新加坡早了6年到10年，令我们有着先机，在香港工业领域上面叱咤一时，连带的航运因此而受惠啊。而70年代绝对是香港经济风雨飘摇的时期，台湾、新加坡及南韩等大力发展工业，出口领先香港很多所以呢，香港你说它是今天创造出来的经济吗？绝对不是它也是一番寒彻苦啊才有办法的啦，对吧？那这是我们所了解到的香港经济，简单的香港经济那现在我们一样船上吃饭大家聚集在同一餐吃合菜还是吃什么我也不晓得但是呢邮轮上用餐不长，但是呢可以慢慢的
感受一下。听说这一趟游轮还遇到台风，还在香港多住了1晚，是吧？但是呢，回来还是很平安的啊，这就很棒啦。我们现在在立信邮轮的双子星号，邮轮上的活动、邮轮上的设备、邮轮上的房型等等呢，都会跟随着不同的邮轮有着不同的变化。像邮轮上的节目也是一样啊，有时候会请一些大牌歌手、大牌明星上邮轮上面来表演了。这艘船现在呢，我们一路是往台湾的高雄港来去出发。那我们刚刚也看到了邮轮上很多精彩的表演啊，这是我们这一趟的香港立信邮轮双子星号之旅。现在我们航行在台湾海峡之上哦。哇，看到高雄的85摩天大楼了吧？这一趟也是我们台湾旅游世界第一次入立信邮轮从香港坐船回高雄。我们这一趟的旅程其实是坐飞机到了香港，再从香港坐船回高雄。这样子的旅游行程很特别，为什么？因为你可以进香港一游啊。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在高雄港的外海了，前面看到的也就是寿山，那上面的房子呢也是中山大学。高雄也是小王出生的地方，但是我从来也没有从外海看过，要从飞机上了哈，在海上面倒还是第一次哈。从这个方向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高雄港是以前世界10大港口之一。在外面的货，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了啦哈，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哈。这个好汉不提当年勇，对吧？前面这个就是中山大学啊。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要进入高雄港。当时为什么高雄港会是世界10大港口？因为它的天然良港可以，这个深水港啊，可以让大型的货轮呢进到这里面来。虽然高雄港的货运吞吐量已经大不如前，甚至没有办法超越过很多的国家。大陆经济的崛起远远把我们抛诸脑后你看10年河东10年河西啊，就像很多人讲的，富裕啊也富不过3代，唯有自立自强啊。很难想象啊，当时台湾我刚才提到的香港的经济亚洲4小龙，很难想象瞬间我们已经被甩得老远了。大家都没想到，这不是有没有看好台湾，而是就这样子啊，玩不得闲呢，这行李有当下。这个时阵你做钱的做红的，不一定你以后叫做钱做红的。所以呢，企业要懂得改变它要跟上时代的脚步，这个企业才能永续留存下来。国家的经济也是一样啊，要懂得方向，懂得永续经营，懂得改变自己。毕竟嘛，经营国家跟做生意一样要能够以和为贵经济才会发展的好。那这行李马来西亚以和为贵，你就可以发展很好的经济，对吧？所以虽然高雄港在这几年来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来的那么强盛时期，但毕竟还是有一个重点，台湾的邮轮制作还是世界的1等1世界1等1的所以嘛是真重要这就是台湾上盖无港的所在，邮轮是很多人喜欢的很多人的邮轮游艇呢，都还是不是找香港，找高雄这边呢来呢作业包含世界上很多有名的富豪，都还是委由台湾来制作他们的豪华游艇。所以虽然港口的竞争力没有以前来的那么的厉害，但相对之下，精密的制造、产品更高质的制造，却还是闻名于世界这一趟我们第一趟进到高雄港来摄影，也很开心能够做不一样的节目，也更开心这一趟能够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让我们完成了另外一趟不一样的立信邮轮之旅。